今年两会最热的话题之一，就是台湾的行政级别正式从地区降为了省。这个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称谓上的调整，更是对当前两岸实力对比未来走向的一次明确宣示。以前我们一直称台湾为地区，这个称呼背后其实是有讲究的。当年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，经济在东亚地区能排得上号。为了促成和平统一，我们开出的条件可以说相当优厚，主权必须回归，但体制可以保留，甚至国军也能继续存在，解放军都不驻军，可谓是诚意满满。10年前，形势已经开始变化，中国大陆经济军力迅猛发展，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在第一岛链的意义逐渐边缘化，于是条件进行了调整，即仍然可以一国两制，体制可以保留，但必须得驻军了。如今大陆在第一岛链已经具备碾压性的军事优势，而岛内的态度依旧是给脸不要脸，仍然有人妄想以美谋独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客气了，直接降级为省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那就是台湾再也不享有地区的特殊待遇，而是与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一样，看齐，不存在任何特殊身份。你说还能保留原来的体制吗？对不起，那是地区才有的待遇。现在成了省，当然就是按内地省份的标准来，一视同仁，没有任何特殊。其实岛内人早就认清现实了，根本没人相信能守得住。刚听说台湾降级为省的时候，很多人还在纳闷，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调整了呢？结果最近看了岛内各种节目和路人采访，才彻底明白，原来台湾一点也不傻，大家心里比谁都清楚，真打起来根本就守不住。比如岛内退役将军帅化民曾在节目上直接讲明，台湾没办法抵抗，比人大陆人多还能打，比武器大陆不仅更先进，数量也远超台军，根本就没法比。他甚至直接预测，如果大陆真出手，最慢7天，最快3天就能拿下台湾。要知道他可是真正的军人呀，带过兵，手底下都是现役将领。他的判断不是信口开河，而是建立在军事现实之上的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岛内知名娱乐圈大佬王伟忠在节目里也罕见地流露出悲观的情绪。他说，自从台湾被降级为省后，他的女儿从国外打电话问他该怎么办，他的回答是，真打起来可能半天就结束了，甚至可能只需要3个小时。这不是戏言，而是他内心对现实的认知。连娱乐圈的大佬都清楚地知道结局，岛内的将领和普通老百姓心里就更加有数了。唐湘龙在节目中更是直言，他父亲当年从大陆逃到了台湾，现在已经是无路可逃，因为打也打不赢，逃也没地方逃，干脆就认了。现在再看岛内的各种街头采访，答案是惊人的一致，打不赢根本不用打，两岸一家人，解放军不会对平民动手的，抓了赖清德，战争就结束了。由此可见，岛内人对未来的态度已经是不言自明。现在形势逆转，对岸再无讨价还价的资本。过去几十年，台湾之所以还能拿谈判当筹码，那是因为自己曾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，又搭上了美国的大腿。但如今大陆的 GDP 是台湾的20倍以上，军事实力已经具备了绝对优势，全球产业链也已经摆脱了对台湾的依赖，岛内还有什么资格再继续谈条件呢？所以要怪只能怪自己，当初给你的可是副国级待遇，结果你不要，那就一视同仁，直接降级为省吧。这是国际政治的铁律，没有相匹配的实力，就别指望人家给你特殊待遇。如果再不识相，接下来可能就直接划归福建省，从省级再降级成县级，彻底结束所有的幻想。岛内某些人还在叫嚣什么国际支持，可现实是美国嘴上喊得凶，自己都清楚，真要打起来，美国根本不敢派兵直接干涉，最多就是卖卖军火，喊几句口号，然后整一句 Good luck。别忘了阿富汗、乌克兰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呢。所以，与其挣扎，不如想想怎么面对现实。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，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，而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。台湾要么顺势而为，要么继续等着，让形势变得更加不利。总之，主动权已经不在台湾手里了。这次降级只是个信号，告诉所有人，台湾不再是什么地区，更不是独立政治实体，它就是中国的一个省。未来的路也只能是回归。